一路晚报消息，话痨真的会害死人，这是一位网友的吐槽。10月5号，湖北咸宁，肖女士开车带家人外出时，副驾上的老公不放心，不断给出操作意见，之后两人发生争执。视频中听到肖女士抱怨老公太啰嗦，那你就停了吗？话真多，一会儿拐弯给油啊加油啊，一会儿又说拐弯要慢，闭嘴闭嘴。话痨，一会儿加油一会儿减油，车速越来越快，丈夫开始惊呼慢点慢点，137迈了。10秒钟后，车辆失控撞击左侧护栏后横穿道路，又撞击右侧护栏，肖女士接连惊呼，后排的孩子大声哭泣。目前，肖女士已被罚款200元，记2分。高速交警提醒，副驾驶的位置非常重要，副驾驶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影响着驾驶员。所以开车的时候，如果存在影响驾驶员情绪的情况，建议相关人员不要坐副驾驶。潇湘晨报报道，日前广州的江女士因为一个不小心去鬼门关走了一遭。国庆黄金周的第一天，家住广州市白云区的江女士和一家人去到南沙的百万葵园玩，刚一下车就遭到了蚂蚁攻击。据江女士回忆，到停车场一下车，不知道踩了什么，脚就被蚂蚁咬了。没想到大概20分钟之后，江女士突然头痛欲裂，昏迷了过去，期间甚至还出现了短暂的休克。经过简单的急救处理，江女士被送到附近医院。到医院后，江女士的病情再次发作，心脏突然骤停。经检查，袭击江女士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红火蚁。江女士认为，对于此事，园区方面应该负有一定责任。园区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平时都会定期对园区进行害虫消杀工作，只是蚂蚁这类昆虫并不能确保做到全灭。红火蚁又名火蚁，这种蚂蚁攻击性很强，有重复蛰刺的能力。红火蚁毒液注入皮肤会出现红肿、水泡、脓包，有灼烧般疼痛感和瘙痒感，会导致少数过敏体质或者体质较弱者的人产生过敏性反应，严重者引发过敏性休克或死亡。券商中国报道，燕京啤酒8日晚间发布重大事项公告，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赵晓东因涉嫌职务违法，近日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不能正常履职。公司工作暂由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谢广军主持，各项经营活动正常开展。作为燕京行业曾经的老大哥，并在2008年作为北京奥运会赞助商，燕京啤酒近几年来业绩增长乏力，且市场占有率有所下滑。至去年末，其市占率在国内品牌方面低于华润啤酒和青岛啤酒。今年上半年，燕京啤酒的业绩进一步下滑，实现营业收入约55.65亿元，同比减少 13.89%， 归母净利润约为 2.69 亿元，同比下滑 47.46%。至9月30日，燕京啤酒股价为 8.43 元每股。今年以来整体涨幅约为 30%， 位居上市啤酒企业第3。年报信息披露，赵晓东2019年在燕京啤酒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为 70.9 万元，且在公司关联方没有获得报酬。赵晓东被带走对燕京啤酒意味着什么，市场尚不得而知，但确信的是，这个消息对燕京啤酒的 7.3 万个股东来说，属于不折不扣的黑天鹅。武汉晚报消息，夜晚睡觉鼾声如雷，隔一阵儿就被憋醒。男子3年来没睡过一个整觉，到医院进行睡眠呼吸监测，发现他一晚上呼吸暂停达300多次，最长呼吸停顿竟长达1分多钟。湖北汉口48岁的刘先生3年前开始出现晚上睡觉被憋醒的情况。今年7月，他发现睡觉憋醒的次数增多，且每次感觉几乎要憋死过去，这才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寻求鼾症治疗。进一步检查发现，他同时存在咽腔软腭松弛、舌根肥大后坠等问题，导致气道严重狭窄而出现了打鼾憋气症状，最后诊断为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
10月3号上午，耳鼻喉科为刘先生进行了双微创手术。目前，刘先生在呼吸机的帮助下，终于能睡上一个整觉。出院后，再经过一段时间恢复，就可以摆脱呼吸机了。医生提醒，如果你身边有人每天睡觉都打巨响的呼噜，打着打着就停了，好像一口气接不上来，让人怪担心的。但过一会儿又打出一声更响的呼噜，那记得一定要劝他来看医生了。国家卫健委消息，10月8日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1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陕西10例，上海6例，广东3例，辽宁2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无转为确诊病例。截至10月8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206例，其中重症病例1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5521例，现有疑似病例5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838668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7924人。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报道，最近一段时间，四川广安市前锋区消防救援大队已接到了20多起摘取马蜂窝的村民求助。10月1日清晨，当地发生一起马蜂攻击村民并导致1人死亡的事件。记者采访获悉，当天恰逢村里一位老人出殡，抬棺人已经抬上棺木准备前往墓地，但燃放的烟花爆竹惊动了屋旁树上的马蜂窝，成群的马蜂随后对出殡人群发动袭击。按当地风俗，逝者出殡会燃放烟花爆竹。当天现场有10多位村民被蛰伤，8人被送医救治，其中一名60多岁的抬棺人因伤情较重，后因脑出血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其余伤者均已出院。相关救援人员提醒，如发现居住区域或人常出没区域有马蜂窝，应第一时间向消防部门或当地政府汇报。遭遇马蜂袭击，首先趴在地上，然后用衣物护住头颈，致伤最严重部位，被蛰伤后要及时就医。现代快报报道，国庆假期临近尾声，有游客反映，600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明楼上新刻了不少涂鸦。10月8日，记者来到明孝陵，发现很多到此一游虽被处理，但仍留下无法被修复的刻痕。此外，记者还注意到，深红色的墙面上还多了一些浅红色的斑块。凑近一看，才发现墙面上新增了许多浅色的划痕，有的划痕写着某某到此一游，有的则在花式秀恩爱。记者甚至发现，在同一面墙上，同一个名字出现3次。景区回应称，假期结束之后，景区将会对明楼背面的墙体进行全面粉刷修缮。下一步，景区除了增加明楼附近的警示牌和人员巡查频次，还将在重点区域布置监控设施，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溯源，通过实名认证和人脸识别系统，更精准地定位不文明的行为和游客。外交部网站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答记者问。华春莹表示，10月8日，中国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协议，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这是中国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履行自身承诺，推动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一个重要举措。确保发展中国家有平等机会获取适合、安全和有效的疫苗，是中国一直关注的重点。中方郑重承诺，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通过加入实施计划，中方也将同有关国家加强疫苗合作。中方将继续同实施计划各方一道，为全球团结抗击疫情、保护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做出中国贡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报道，8日下午3时许，四川苍溪县一名10多岁的女孩落水，苍溪县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民警李雨田施救时失联。当晚11时许，记者赶到现场，现场多名围观群众告诉记者，女孩在轻生前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赶到现场施救时，一名民警也落水了，仍处于失联。
失联民警名叫李雨田，1989年出生。据一名亲属介绍，当天下午，李雨田接到报警后去施救落水女孩，但他自己并不会游泳，结果落水后失联。孩子还没有结婚，他妈妈还在等他结婚。10月9日，苍溪县公安局通报了民警救落水女孩时失联一事的进展。通报称，10月8日15时40分左右，苍溪县公安局民警李雨田、欧浩等人在出警过程中跳入嘉陵江，对坠江女子施救。因江水湍急，李雨田与坠江女子被冲走。16时25分，坠江女子李某某被打捞上岸，已无生命体征。民警李雨田失踪，目前正在全力进行搜救，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之中。中国基金报报道，手持瑞士银行3339.875亿美元保函汇丰银行4835万英镑继承款资料，寻找运作资金，借此在外大谈生意。合作方认真地奉上1800多万元人民币。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起惊天诈骗大案，而骗局的核心人物竟然是一名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2011年5月初，急需融资的北京某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遇见了手持大单前来的朱某。朱某自称是香港无私基金的代表，手里有3339.875亿美元保函的单子，想找张某借300-500万元去运作这笔资金。通过他人审核保函资料后，张某认为资料是真实的，遂在不久后同意与香港无私基金合作。实际上，朱某所谓的1000亿美元保函背后，正是本案被告人孙某山和胡某。孙某山小学文化，农民，曾自学医学，在北京给人看病时结识了搞金融业务的胡某。从2011年起，孙某山和胡某合谋，利用伪造的境外银行保函和银行存款资料，以帮助融资为名实施诈骗活动。湖南省澧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孙某山、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对二人均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齐鲁晚报消息，近日，海口一家长放任小孩破坏影厅荧幕，造成影院设备损失上万的视频在抖音上传播。记者查看后发现，该视频来源于监控画面，发生于10月4号14时30分。视频中，影厅内大部分座位都空着，一个小朋友在座位上爬来爬去，期间多次用脚踢电影荧幕。随后，记者联系了事发影城恒氏 LUXE 激光巨幕影城。该影城负责人杨先生表示，确有其事，已联系家长商谈相关赔偿事宜。据影城负责人杨先生介绍，当天是一位家长带2个小朋友来看电影，影厅当时的场次只售出那3张票，放映的是动画片。当时并没有发现5号发现荧幕有问题，上面有很多的脚印，于是查看了监控。监控里，一个小朋友从4排爬到1排，用脚踢荧幕。监控画面没有看到坐在下面的家长进行制止。杨先生说，荧幕是一种特殊设备，踢荧幕会导致整个荧幕表层的金属粉脱落，造成成像变形。荧幕制作费用在1万多元，但制作时间比较慢，从下单到店大概需要半个月，还需要专业的人过来挂幕。少了一个厅排片，在安排上排片会受到影响。目前，荧幕被损坏的影厅已暂停开放，赔偿方案双方正在协商中。工人日报报道，近日，甘肃省庆城县印发了关于禁止公职人员饮酒的规定试行的通知，要求全县公职人员一切公务活动禁止饮酒。该禁酒令明确规定，县内公务活动一律禁止提供任何酒类，一律不得饮用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的任何酒类。禁酒令还规定，公职人员不论是正常上班还是节假日值班、执勤或工作日8小时外，一律禁止饮酒。今年6月初，各省市都相继出台了公职人员工作日禁酒令。河南省南阳市严禁公职人员工作日饮酒。南京市公安局明确提出，在全市公安机关在编在职民警中推行禁酒令。
青海门源县严禁以任何理由在工作日内饮酒，严禁在值班和执行公务时饮酒，工作时间外倡导禁酒。甘肃环县规定，公职人员不论是正常上班还是节假日值班执勤或工作日8小时外，一律禁止饮酒。却因个人婚丧喜庆等事宜需要饮酒的，必须事前将活动内容、人员范围、饮酒标准等情况向本单位党委报告。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当地时间10月9日凌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网站发布了热恩别科夫总统的声明。声明中，热恩别科夫总统认为，该国目前的政治局势已经到达了临界点，议会选举结果无效，中央选举委员会应当就重新举行新的议会选举作出决定，以缓解当前的政治紧张局势。热恩别科夫指出，危机发生前，担任总理和政府职位的官员应当被解职，以便为新一届政府的任命创造合法化的条件。他将在议会提交相关的决议后签署总统令，从而完成这一法律手续。热恩别科夫同时强调，他准备在行政机构的合法领导人获得批准且国家走上法治之路后，辞去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职务。中国青年报消息，双节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开始返程，后备箱又被爸妈塞满了。这些充满年味儿的后备箱几度刷屏热搜，经媒体报道后，100斤后备箱横空出世，直接霸屏。近日，李女士返程回济南，父母为她准备了100斤面、40斤面条、10斤糖蒜。视频里的妈妈说，女儿刚买了房子，手头不太宽裕，能省一点是一点，都是自己加工的，吃着放心。10月7号，朱广权的最新段子登场，依旧让手语老师抓狂。有人却说，第一次听段子听哭了。这个假期，很多人都选择回家，而今天与返程路同行的，还有家人们装满的后备箱。妈妈装满的都是自己爱吃的瓜果飘香，更是平时吃不到的专治乡愁的秘方。红薯、大米、花生油现买现装，竹笋、香蕉、鸡蛋都是现摘现采，绿色健康。网友说，每次从老家回来都跟打仗一样，后备箱的空间永远惊人的挤得慌。一日三餐与佳肴相遇须尽欢，煎炒烹炸有父母之爱在旁，天地宽。新华每日电讯消息，10月8日，河南偃师网友爆料，一辆劳斯莱斯与一辆3轮车在路口相撞，劳斯莱斯车身多处受损，现场有玻璃碎了一地。知情人透露，当时朋友结婚，这辆车当婚车在用，车辆维修费最低也要80万，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开平新闻报道，据永平警方微信通报，2020年10月4日19时许，犯罪嫌疑人尤廷能涉嫌运输毒品罪，在送医检查中脱逃。脱逃时双手戴有手铐，永平县公安局迅速组织警力开展搜捕，经4个昼夜连续工作，于10月8日19时25分将尤廷能抓获。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抓紧开展中。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一段海口家长放任小孩破坏影厅荧幕，造成设备损失上万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监控视频显示，2名儿童在影厅荧幕前玩闹，1名儿童多次用脚踢踹正在放映动画片的荧幕。当天带2个小孩子看电影的并非其家长，而是保姆。事发时，影厅里只有保姆和2名儿童，保姆在现场看着孩子玩闹，一直没有制止。直到影院工作人员发现才劝阻。对此，影院已联系家长孩子商谈赔偿事宜。10月9日，北京头条记者从影院负责人杨先生处获悉，目前影院已跟孩子家长就赔偿问题协商达成了一致，银幕照价赔偿，停映时间按实际营业额比例赔偿。南方都市报消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师侯运华因被女学生举报性骚扰，引发网络关注。河南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10月7号下午发布情况通报，宣布将侯运华调离教师工作岗位，并撤销其行政职务。同时，文学院提请学校取消其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等。
河南大学称，学校高度重视此事，本着严肃负责的态度成立调查组，及时跟进调查。现已停止侯运华与学生有关的教学活动，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河南大学对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一经查实绝不姑息。公开资料显示，侯运华系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开设有选修课、沈从文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近代侠写小说文学，多次获得教学质量大赛奖励。在2017年还被河南大学评选为文学院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人民日报报道，近期住建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媒体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项目和贵州省独山县水丝楼项目进行了调查，对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项目和贵州省独山县水丝楼项目予以通报。湖北省荆州市在古城历史城区范围内建设的巨型关公雕像高达 57.3 米，违反了经批准的荆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有关规定，破坏了古城风貌和历史文脉。贵州省独山县在影山镇静心谷景区内建设的水丝楼，建筑高达 99.9 米，投资高达 2.56 亿元，存在脱离实际、滥建文化地标、破坏自然景观风貌等问题。湖北、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要结合职责，配合有关部门跟踪指导荆州市独山县做好巨型关公雕像项目和水丝楼项目整改，要举一反三，加强监管，完善制度，发现苗头问题及时干预纠正，坚决杜绝滥建文化地标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